大家早上好，我今天想给你们介绍的题目就是什么是网络时代。那我们开始吧。那我们先给它下个定义。那所谓的网络时代指的是很难分别网络和我们生活的那个现象。那也等于我们不得不用网络过我们的生活。因此我们的很多生活方式完全改变，包括日常生活、交通、沟通、谈恋爱的方式和工作赚钱的办法，都跟过去的人有所不同。还有，在我们的生活中，我们都以网络为主，不得不用。那我们先谈一下网络的好处。网络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。首先我们能用它保持联系，而且可以收到最新的新闻，更了解我们的世界。还有我们可以上网购物。上网找到各种各样的商品，也可以买到物美价廉的那种物品。还有创业机会非常多。其实现在最有钱的富豪大多数都是以技术的发展为生，所以因为网络，各种各样的人也可以创业，开始自己做生意什么的。最后我们当然因为网络有无限的资料，虽然不一定是诚实的，不一定是真的正确的资料，但是还有无限的资料。那我们怎么用这个资料呢？在我个人的生活中，我用这个资料学语言，这是我主要的爱好。那用着网络，我找到了一些更灵的做法，还有我利用了网络学习新的技巧，找到的办法练好玩再有效。那我们直接说一下网络的坏处。首先，网络不安全，很明显。网络没有警察，结果坏人不少，很容易被骗。还有，我在说色情暴力不难找。最后坏人不少，有人想骗你，可能在看你的位置，你在哪里什么的。其次，广告不少，这不一定是个坏的事情，但是也可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麻烦，而且他们不见得很诚实，这是因为市场的竞争很激烈，所以一些公司可能用任何会用任何方法吸引顾客，所以他们的广告可能不见得很诚实。最后，这个网络也让人很懒惰，因为他们可能用上瘾和很难无法戒掉这个坏习惯，而且可能让人很孤单。在我自己的生活中，一开始用网络可以减少压力，但是花太多时间就会变成恶感，有浪费我的生活的那个感觉。那现在我们以社团软件为例，社团软件像
网络一样有很多好处，但是同时也有很多坏处。那我们先谈好处，我们可以保持联络，跟我们的亲戚朋友说话。还有我们可以看朋友圈的新闻，比如说如果你的朋友说哦我刚刚结婚了，生了孩子，你可以跟他说恭喜恭喜，这是个很好的事情，也可以交新的网友。但是也有很多坏处不太好的方面，比如说首先用网络用社团软件是个及时行乐的活动，不一定是坏事，但是用太多就会用上瘾，然后会浪费自己的时间，而且在社团软件上我们看的是有片面的，不是一个人的好的缺点和优点都是他们想让你看的，结果可能让人有自尊问题，接着人可能变成无法分别真的和假的，这个是个很不好的后果，然后会对世界有片面的看法，最后可能会有与其他人互动的问题。在我看来，这些风险多于好处。那我问你们一个问题，你们觉得这个真的值得用吗？我不太确定。在我自己的生活中，我用的原因是因为我觉得，社会要我用，所以我要么花太多时间用社团软件，要么简直不用，结果跟大家有脱节的感觉。我也听说有人说，如果不在你的 Instagram 上，根本没有发生。这个就表现出年轻人对我们的世界的看法，我觉得是很危险的。那我给你们介绍一下现在的情况，你们大概都知道现在的情况。我们都在疫情情况中，很多国家的政府都鼓励人民自我隔离，不是鼓励，不是建议，就是实施戴口罩的政策，还有很多国家也锁国了。无论如何，很多国家还在冠状病毒还在爆发，情况非常严重。那我们怎么把疫情情况的影响和网络的功能连接在一起呢？我们怎么做才好？我们的解决办法就是利用网络教育，很多的学区在利用网络教育，让学生继续学新的东西。我自己也有上网课的经验，所以可以告诉你们一些好处和坏处。我们先谈坏处。那有一些坏处，我们看屏幕的时间比较长。如果我们整天待在家里，看着屏幕学习上课，那我们一定会这个一定有害于我们的眼睛，而且我们花很多时间做，所以少运动。再加上经济的差距，让一些学生的教育，跟另一些学生的教育不同。这个跟经济情况有关系，比如说一些人可能买不到电脑，没有网络什么的。那我们谈好处，我们终于能有机会利用最近发展的技术，而且我们在家里的时候，环境很舒服，很熟悉。
而且我们随时随地能上课，非常的方便，也可以减少教育的成本，因为我们政府不是费空调费、水电费之类的。最后，课程更灵活，给学生更多的选择，学他们要学的和要学的速度。在我看来，好处多于坏处。总之，我们谈了这3个事情。网络时代完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，也有好处和坏处。其次，我们说了一下社团人间的影响，既有利用又有风险。最后，我们谈了一下网络教育，说了是一个很灵的解决办法。谢谢你们观看。好，很好，谢谢欧柳，非常好。